先生你好，这是您的账单。哦，你不用付账了，要不我们 AA 吧？不可以，之前就说好了，这顿我请，下顿再你请。请问有密码吗？没有。好，请稍等。我得让你欠着我呀，这样我下回再提吃饭，你就不好推三阻四的了，否则有赖账的嫌疑。我可以问个私人问题吗？可以啊。你结婚了吗？对不起，我很直接也很没礼貌，但是在私人交往方面，我需要根据这个把握分寸。没有，我喜欢直接。方不方便留个电话？先生你好，请签个字。谢谢。好，谢谢。走吧。安迪姐，哎，小关，哎，太好了，你快帮我做个证，是不是今天早上送我上班的是你？他们非说是我男朋友。这样啊，那这样好了，一会儿再送你的时候，我多停留一会儿，然后在窗口跟你打个招呼，可以吧？啊，对了，这是我的邻居小关，这位是……啊，我姓魏。魏先生你好。你好。那我们先走了，你慢慢吃。拜拜，安迪姐。拜拜。拜拜，魏先生。哎，小关，那是你邻居啊？嗯。你邻居穿的是阿玛尼整套，去年款。咱们公司合伙人大姐去年买了个上衣，还现买好几回呢。不过也不奇怪，她开着那种好车，每个月光保养费就够买一套了。那个男的浑身品牌就多一点，衬衣是 Prada， 外套是 Gucci， 穿的非常的含蓄，但是很高端。也可以理解，什么人接触什么人都是有讲究的。为什么你们能看出来，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呀？等你实习结束啊，你的工资也会涨，到时候认识这些牌子可比看报表简单。可是没有 logo， 我肯定认不出是什么牌子的，更别说是哪一季的哪一款了。我的衣服都是我妈买的，虽然不是什么大牌子，但也都挺好的。你太天真了，亲爱的，你还真以为大家买这些名牌是为了款式呀？错，人家买的是身份，是层次。就像刚才那个魏先生，他其貌不扬的，要不是穿的这身名牌，能遇得到你邻居啊？嗯？你怎么走？打车还是自己开车？我坐地铁来的。那我开车送你。不用了，前面那个楼梯下去就是。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那我走了。嗯，拜拜。拜拜。嗨 ，sorry， 我想我迷路了。你在什么地方？跟我形容一下，或许我可以给你指路啊。上海真的有太多长得一样的巷子了。我刚才路过的是上海12中，我现在在绿杨新路。你从绿杨新路往北，然后上北环高架。北在哪儿？嗯？北在哪儿？我真的分不清东南西北，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往左还是往右？这样啊，你背对12中，往右边开，看到十字路口就右拐，见到高架你就开上去，先别挂电话，等你上了高架之后，我再指点你。OK， 我大概知道了。那我需要掉头了。好，你等我。See you， 拜。Sorry， 我迟到了。没事儿。好车，只可惜给路盲开。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子，好车是有幸被你开。走吧。你刚才看什么呢？这么开心？啊，跟我住在同一层的几个女孩，其中有一个遇人不淑，其他几个去帮她打抱不平。其中有个樊小妹，居然把那男孩的家给砸了。
真的太佩服他了。既然是猥琐男，家被砸了，能善罢甘休吗？樊小妹是很资深的 HR，我想她做事应该懂得善后吧。欢迎光临。哎，这边，刚才撞见几个朋友也在这儿吃饭，你介不介意跟他们一桌？他们携家带口。啊，我不是太适应家庭的氛围 ，sorry。那就不理他们，我们自己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魏总，可以上菜了吗？上。好的。上一次见你，看你坐地铁回去，我还内疚半天，不该让你买单。现在看起来，其实一顿饭对你也不算什么。是，一顿饭是不算什么，但是跟你见面不一样。我做生意难免防范心会重，你是我忍不住见的第一个网友。哎呀，老魏啊，哎呀，你怎么也在这儿呢？啊，这是我朋友安迪，陈总、王总。你们去吃饭吧，好吧？我们这儿有事儿还聊呢。谢谢啊。行，知道你没空没有。走，好，这吃你的，吃你的。不好意思啊，从来没带女士来过这儿，朋友们都好奇你是何方神圣，不介意吧？不介意，他们看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正是这个道理。来，可以开始了。当然。那边那桌有个朋友刚好是坐车的，他说你那车是从他们店里卖出去的。真的吗？那是我老板的车，被我抢过来了。因为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他每次都抢我的车，害我租车。我们认识10年了。我记得我从博士毕业之后就跟他在一起工作。他是一个处理复杂关系的天才。啊，原来如此。哎，这鲫鱼啊，也是他们这儿的特色菜，必须要野生鲫鱼，用小火熬上半天才能熬出这么浓白的汤来。等稍微凉一些呢，边缘处就有一些结冻。这就是野生鲫鱼特有的胶质层，凭这个就能区分出它是野生鲫鱼还是人工养殖的。怎么样？很鲜啊，看来你很懂美食啊。也谈不上懂，经常跟人出来应酬，多少知道一点。谢谢你今天让我吃到这么多好吃的，我很开心。喜欢吃，以后可以一起出来吃啊。看你吃饭真的很有动力。不过在外面吃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最想念的还是家里妈妈做的饭菜。我是孤儿，从小被收养到国外。其实我对中餐的印象，也就是福利院的饭菜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拿的都是搪瓷碗，然后一个铝制的调羹，就在排队等打饭。福利院的饭菜其实就是一些蔬菜，上面飘着几片肥肉。吓到了。啊，被你的智商吓到了，也被你的坦白吓到了。我总觉得跟你网上接触和一起吃饭，总感觉你既单纯又复杂。现在谜团渐渐解开了。在意吗？在意什么？福利院长大，还是你把自己培养的这么优秀？你不觉得我很古怪，有点不合群吗？如果一定要说
平庸普通才算不古怪的话，你确实有点古怪。至于不合群，我一直相信曲高和寡。你安慰人的方式很特别。恰恰相反，我不认为你需要安慰。安迪，重新认识一下，我叫魏魏。我坦诚了一顿饭的时间，终于换来了你的坦诚，不容易。我叫 Andy， 真名网名都叫 Andy。安迪，我希望我们不只是网友，还是好朋友。现在还不算吗？老谭，安迪，到我家来一趟吧，老严回来了。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怎么了？没事，寻根，请朋友帮忙。需要我协助吗？我很愿意助一臂之力。暂时不用了，谢谢你的午餐，拜。拜拜。不要总是观察我、试探我、考证我。怎么？穿帮了？说你查了一下他的车，被他一眼就看穿了。一个年轻女孩开这么好的车，总是怪异。是我太鲁莽了，还好他没怪罪。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参观旅游景点呢？哎呀，谁叫你平时啊总是眼高于顶，什么人都入不了你的法眼。怎么这么慢啊？第一次用视频聊天，不是太熟悉 ，sorry。你在干什么呢？怎么刚才打通了又挂了？我在想我弟弟。上次跟你说托人寻亲，其实就是找我弟弟，也是我唯一的亲人。那结果怎么样？找到了吗 No, I don't know where he is. 但是帮我找的人跟我说，Maybe he has a mental disorder, you know? 就是可能是精神问题，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精神问题，所以他被他之前领养的家庭放弃了。不安慰你了，也安慰不了你。Andy， 我劝你一句啊，人和人之间呢都是缘分，强求不来的。何况有时候没有消息，也许就是最好的消息。谢谢。我其实有点后悔，我在想，也许我根本就不该回来。我不回来的话，我的弟弟在我眼里还是那个可爱的、听话的小朋友。我很害怕，如果我找到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甚至有一点点痴痴傻傻的人。我更害怕，也许我用尽办法，都根本找不到他。你不应该这么想，至少你回来，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我很感谢你弟弟把你带回到国内来，带回到上海，否则我这一辈子很可能都不认识你呀。谢谢。不谢。什么时候想聊了，随时找我。OK， 拜拜。
久违的玫瑰花。2滴血，这儿还有1滴。2滴血呢？你给收起来了。这是昨天你约会时候王帅哥给你的吗？我帮他找房子，他感谢我的。我想了想，我也太悲催了吧！从小到大都没有收到过玫瑰，爱情即使全部都是精神上的，总能有一点体现在玫瑰上吧？啊，我怎么这么傻呀？哎，妍妍，对不起啊，姐不是故意的。别怪我。姐，你说什么呢？我闹别人，我也不可能闹你。你就是我亲姐，除非你不认我。你能把那2朵玫瑰给我吗？你要干嘛呀？以毒攻毒，幡然醒悟。好。小心刺儿啊！那个莹莹啊，我要上班去了啊，你走不走啊？啊？我一会儿跟安迪一起走，反正我不想坐地铁了。一坐地铁就想到那个孙人。下去吧。三姐，欧丽，加油工作！这孩子没事吧？完了！我要破产了！怎么了？洋洋在这玩微信游戏呢，跟他们组队打天天富翁呢。小关，你玩吗？我之前玩过，但后来太耗精力了，我就不玩了。那几天你把昵称都改成特困户了，特缺觉特困。安迪，你没装微信吧？我可以帮你弄，我还可以帮你手机翻墙上推呢。哇，这么厉害！你是喜欢玩手机啊，还是你专业学的是这个？这还用专业去学呀？其实手机应用就得多试，越怕它，你就越学不会，越大胆就越容易了。哎呀，你听他在那吹吧，有的时候他2天才搞定一个手机应用，不知道耽误多少功夫。那叫乐趣，挖掘隐藏功能，不让一个功能闲置，都有乐趣啊。你不会懂的。哼，我有说明书啊，我闲的没事可以看说明书啊。写说明书的上辈子一定是搞间谍工作的，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不信你对着那说明书，你弄安迪的手机。邱莹莹，你等会儿有任何状况，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保证20分钟之内我一定赶到。关关，能不能不提这茬儿啊？小关说的没错，有备无患。我放心吧，我心里已经有备了，我相信我自己可以。除了考试不行，我什么都可以的。邱莹莹，加油！疼死了，宝贝儿。你疼不疼啊你？没事。加油，加油，我可以的。到了啊。哦，我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啊。自己小心啊。小秋能行吗？我也担心着呢。你别看他装着挺高兴的，心里不知道有多难受呢。希望他今天不要遇见那个白渣男才好。在这里，还有这里和这个地方都签了，这人还都没来齐呢，怎么签？他们昨天都签过了，就剩你了。哎，您好，请问这是红光有限公司吗？这儿不是，那个往那边走，第2个口。哦，好，谢谢。图书馆。
这个是咱们这个月的财务报表，您看一下。这怎么又爆出去这么多钱？是的，这个月是这样。你把咱们的那个财务规章啊再复印一下，然后每个办公室都贴一份。好，知道了。莹莹，哎，这些拿去报销一下，我晚上出差，点钱用。去哪儿报销啊？哦，财务部。我晚上要用啊。去就去，谁怕谁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再说了，错又不在于我。一切猥琐的都是纸老虎。莹莹，白主管出去了。哦，你是来报发票的吧？给我吧。谢谢啊。因为我们经理晚上出差，所以麻烦你稍微快一点。行，弄好了我给你电话。行，谢谢。没事。那就这样，下周3我们再开第2次的项目会。所有人每个人负责的部分，我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细节，有难处的地方，能够看到你们的思路和方向。OK， 散会。艾米，这个你帮我整理，让我帮你。好的。Cindy， 哎，把这个 copy 一下，发到每个部门。好的。嗨，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怎么不进去啊？我们刚好在开美国项目那个会。生意的事儿我不管，我是来陪你吃饭的。吃饭？所以，你真的是来监督我吃饭的？那天的事儿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本来想放你1个星期假的，没想到你周一就来上班了。当员工的这么拼命，当老板的无以回报，所以只好舍命陪君子了。我已经好了，治了。好什么好啊？在我面前就不要再逞强了。我今天来，就是送上门来当树洞的。有什么想说的，尽管跟我说，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强吧。认识老谭这么久，安迪第一次发现老谭心细如发。他记得安迪紧张时要靠喝水压制，担心安迪不吃东西，所以亲自作陪，唯恐自己没有朋友，没有家人，要独自承担一切。老谭，谢谢。谢什么呀？谢我把你挖到我这儿累死累活呀？那也是，找弟弟的事情也是。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放心吧，我真的没事了。我现在只是希望老爷能够尽快找到我弟弟。一想到他孤零零的在外面一个人，
我就不能心安。进来。白主管，哎，这是邱莹莹的报销单。这单子做的不对，你让他重新做一下。哦，啊，好。娜娜，哎，下午要是有人过来找我，就说我去下面工厂。哎，好。他躲着我，他竟然躲着我，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也看见我了。我还在想，他看到我以后会不会想着怎么来跟我解释，怎么道歉？我本来就在想了，如果他来跟我解释的话，我会不会原谅他？可是他见着我他就走了，这男的一点担当都没有。邱莹莹，你别傻了，他但凡对你有点情谊，就不会把樊姐告到派出所去。这没遇见更好，我还怕他遇见你找你麻烦呢。我知道他干了特别多混蛋的事儿，可是我现在心里面特别想着，要是那些混蛋事儿不是他干的多好呀。小关，你不理解我那种感觉，你特别爱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那么美好，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两个人之前那么好，为什么说变就变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一下子就全都没了。邱莹莹，我先不说。邱莹莹，你怎么回事情啊？上班时间一直在打电话，公司是派你来聊天的吗？对不起，我下次注意。报销款呢？拿到没有？还没有呢。财务部的娜娜说，等他批下来就给我。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晚上我要出差的，这都已经下午了，你怎么做事情的？他不来电话，你就不知道打过去催一下吗？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催。既然这样，放心，不管花多少精力、多少费用，我都一定让老严把人找到。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不准胡思乱想。不管能不能找到你弟弟，也不管找到以后是个什么状况，不管他是健康还是智障，或者说有没有精神病，你都必须保持冷静。我谭宗明难得认一个朋友，我不希望因为这个伤害到自己。好，我答应你。行，那我先走了，你慢慢吃。谢谢你。又谢。还有，工作不要太拼命，生意黄了还有下一单，身体要是拖垮了，可就什么都没有。娜娜，我们经理那个报销单好没好呀？啊，我正要跟你说呢，白主管说啊，这报销单贴的有问题。我去找他去。哎，不是，他又出去了。那怎么办呀？我们经理今天晚上出差就得用钱，我之前跟你说过呀。我们领导这么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呀？哎，你跟白主管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要不你打电话问问？哦，行，谢谢啊。打就打，谁怕谁？喂，那个，我们经理的报销单怎么回事啊？
经理今天晚上出差就得用钱。你那个单子有问题啊！谁让你用铅笔写说明的？税务查长专查这种，你知道吗？还有，里面有一张餐饮的票有问题。等我回去吧，我找给你。你现在在哪儿呢？你什么时候回来？一会儿发票给我开个会议费啊。好的。你怎么回事情啊？进公司都1年多了，连个发票都贴不好。我之前也是那么做的，他们也没说什么。你还有理由？每天都在办公室坐着，就不知道怎么跟财务部搞好关系吗？啊，小白，我是李经理，听说你在外面是吗？你下午回公司吗？啊，没什么事情，就是报销款的事儿。我今天晚上要出差，今天能够拿到这笔钱吗？啊，行，没事没事，那等你回来再说吧，好吧？好。小白在下面的工厂抽查核对库存，下午3点会到公司，你记得给我盯紧一点。该改的都改了，把钱拿回来。嗯，知道了。行了，没事了。经理，明天会议的资料我准备好了。那行。这些都是你做的？不行，不够全面，有些数据太简单了。像这几个方面，5年数据根本看不出什么，必须要有10年、20年的大数据才能得出结论。还有表现形式可以再生动一点，比方说像市场容量这种，如果做成图表就会更直接一些。那要不我拿回去再改一改？算了，不用了，已经打印出来了，就先这样吧。下次注意啊。还有小关。跟你一起进来的都是名校毕业的，很多以前就有一些大企业的工作经验。只有你是一般大学毕业，不管是英语水平还是专业能力都有所欠缺。所以我希望呢，你能更主动一些，多去学习和交流，知道吗？谢谢经理，我知道了。这份你还是先拿回去吧，自己多看一看。喂，你好。莹莹，白主管回来了，你赶紧过来。哦，好，我现在马上过来啊。把这个挪到下面。喂，哪位啊？你好，我姓林，叫林静，咱们原来是一个大学的，而且还是同乡。我高你2届，你记得吗？哦，林师兄，你好，你好。师妹好，是这样的，我们在上海的同学呢，想搞一个同学聚会，周5晚上大家伙一起聚一聚，吃饭啊，唱唱歌什么的，你有空吗？什么时间呀？晚上7点钟左右吧，在17号码头湖北路那边。我今天可能要加班，如果我晚点过去，你看行吗？不过我会尽量赶过去的。周5你还要加班啊？哦，那行吧，那这样你存一下我的电话，到时候呢，我随时发一个地址给你。你如果找不着地方了，欢迎你给我打电话。好的，好的，拜拜，师兄。你说报销单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会去改。你看啊，把里面的铅笔痕迹去掉，用黑色水笔写一张说明附在里面。还有，
里面有一张餐饮发票，像是假的。你去问问你们经理，做好了再拿给我。什么真的假的？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这个就是我跟客户在前面郁金花园吃的饭，有问题吗？可是这是他说的。我不管啊，现在都已经4点半了，你赶紧把这事情给我搞定，把钱拿回来。如果还有问题的话，让他自己来找我。还不去啊？秋莹，你怎么回事啊？住宿发票单的日期超规定，为什么不附文字说明？天天报销，这点规矩你不懂？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上次会议大家已经沟通过这件事儿了，这次报销，实报实销。我们财务部啊，也是按照公司的财务规章做事。如果你说这个事儿上过会的话，请你拿会议纪要给我。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你徇私舞弊啊？经理，好了没有？怎么回事啊？白主管说，这次住宿发票单日期超过规定，让我附文字说明给他。我跟他说了，这次报销实报实销，可是他让我找出会议记录给他。你怎么办事情呢？越活越回去了。报销程序怎么会出错呢？我这今天才让你办了1件事情，这都快下班了，都还没搞定。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呀？经理，我知道你是故意。我告诉你，照老规矩，你究竟报不报？我也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做事儿，不报。你想怎么样？故意搞我是吧？是不是我拿出会议的记录给你，你还有下一招等着我呀？搞你啊！我当然是搞你了，我早就搞过你了。经理，我要举报！白主管假公济私，打击报复，还有发票不给我报销，还追求我不成，这是要害手段，把公司这台电脑亲自砸了，他还说是我朋友打的，诬陷我朋友，他还报警，结果闹到了派出所。没事，没事，没错。他被公安局检查出来，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调查。闭嘴！血口喷人啊你！我没有血口喷人，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可以随便调查。我还记得，他串通底下的工厂，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加在工厂账单费里一起报销。我知道就有10月13日明星饭店的一张，还有10月17日必胜客的一张，这都是前天他自己亲口得意洋洋的告诉我的，说是少额面额可以随便混随便发，没关系。我告诉你啊，我还抽你呢！小白，你干什么？经理，他疯了，他跟这儿胡说八道，血口喷人。经理，没有血口喷人，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绝对没有骗大家。经理，我跟您说实话啊，他为了报假发票，他跟我睡觉，让我在公司庇护他。这种女人说话不能信啊！你放屁！我才没有呢！查电脑、查账，现在肯定都能查得出来。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我也绝对不会保护一个蛀虫。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才不是好人！你要不要脸？你才不是好人！你才不要脸！你才不要脸！好了，小妹，别哭了，发泄出来就好了啊！别哭了，财务部已经去查账了，消息一会儿就到。别哭了。真是没想到，这个白主管平时看起来人模人样，内里竟是这样的货色。不过说真的呀，女孩子呀，还是别跟这种人闹。你看，给泼一身脏水，惹得一身流言蜚语，以后啊，一辈子都洗不清。对呀，你以后遇到这种事儿，你还是忍忍吧。像那种臭男人，早晚会有人对付他。我自己就能对付他，他觉得我搞欺负是不是？我才不觉得呢。不过就是经理出差的那个备用机还在报销单上呢，让我能不着急吗？你们帮我
我去催那个报销单。行，如果经理今天下班，那个报销单你可就完蛋了。好了，知道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不用管我，我想自己静一静。你们先走吧。那你一个人在这静静，我们先去弄报销单。别哭了，你这男人。走啦。该调整的部分我都标注完了，你按照我的标注帮我再修改一下，明天上班的时候交给我。好的。资料复印好，放我桌子上。嗯，好，拜拜，拜拜。喂，安迪姐，小关，我这边准备下班了，要我去接你吗？不用了，安迪姐，我今天可能加班，你要不打个电话问问莹莹，我有点担心她。邱莹莹。OK， 我知道了。拜拜。我这边准备下班了，小关说他还需要加班，你需要我顺路去接你吗？我工作已经都做完了，我准时下班。你怎么了？那个姓白的对不起你了。不过我也闹回去了。好吧，我15分钟到，你等我。好，你不用担心，我自己能解决。拜拜。喂，你好，邱莹莹吗？这里是人事部。人事部。关于白主管的事情，我有话要问你。我真是看走眼了，邱莹莹，你给我等着。等着就等着，不怕你。小邱啊，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公司决定暂停你的工作，同时终止小白的一切工作。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来调查此事，并且调查在此次事件中你所扮演的角色。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呢，我们先会替你保管你的出入门卡。可是我是举报者呀，我没有贪污啊，为什么要停我工作呀？停几天呢？这停工作的期间还照常发我工资吗？这个你放心，公司啊会赞赏你的检举。等调查工作结束之后，一切水落石出，公司会酌情补偿。行，反正我问心无愧，我相信公司。安迪姐，嗨。所以在那之后，你的人事经理把你叫过去，暂停了你的工作，还没收了你的门卡。安迪姐，你说这什么意思呀？我举报了白主管，公司要停也得停他的职，为什么连我的也一起停呢？我也刚回国内，国内这些人事我也不是很清楚，要不你问问樊小妹吧，她是资深的 HR， 她应该懂里面的门道。南临大望街，北临桥北路，地理位置方便，面积又宽敞，最合适做办公室。可是你这什么都没有啊，我还得自己打隔断，这些东西还得拆。
1个月10万也太贵了吧？那您觉得？不好意思啊。喂，樊姐，我莹莹，那个，我有点事儿，现在想问你。我现在在外面看房子呢，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好吗？行，好，那行，先这样，拜拜。那行吧，樊小姐，您要是不满意，我再带您看下一套。好。安迪，我这心里特别不踏实，你要不跟我再说点吧？你说什么都行，我现在老胡思乱想。可是我不太熟悉人事的那一套，我能给你的也只一些不专业的意见。不过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的那个人事经理，应该在平时就不怎么善待你。你怎么知道的？安迪姐，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公司文员关系可好了，但是我们经理眼睛都是向上的，我们都是他奴役的对象。你们公司的助理不也被你们差遣的没时间睡觉吗？不一样，如果是我的手下接二连三的被退票，我会怀疑其中有猫腻，肯定自己出面。肯定你平时做事丢三落四的，猥琐男知道你们上司不待见你，故意给你设的局，让你被你上司骂。我一想还真是的，我之前跟他抱怨过，没想到他拿这个设计我。可是我们公司同事跟我可好了，我哭的时候他们还安慰我呢。关关，哎呀，关关，累死我了！快，借个肩膀靠一靠。你怎么也这么晚啊？又加班啊？你呢？我帮老同学看房子。哎呀，你是不知道，现在房价高得离谱，别说去买房子了，就连租房子都贵得要死。上海居大不易啊！哎，莹莹她今天联系你了吗？也不知道她跟那白渣男怎么样了。他倒是给我打了个电话，但是听情况好像不怎么样。人事部的经理说先暂停我工作，等公司他们商量好以后，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这个白渣男还有些道行，我真是小瞧他了。这事儿比想象中的大。哎，把你人事部经理跟你说的话详细告诉我。他就说什么赞赏我举报白主管这种行为，但是呢，先停止我的工作，让我回家待命，然后说等他们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再酌情给予我补偿吧，大概就是这些。安迪还问我说，是不是平时我的主管经理对我不好？他让我特意告诉你他问的这句话，让你作为参考。樊姐，安迪姐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因为我是人事部的呀。一般情况，如果有上司关照的话，我们人事处置员工的时候都会有所顾虑，会跟他们的上司商量之后才行。现在这个情况，对你不利啊。莹莹，你不是跟你们单位同事关系挺好的吗？那你跟他们说说，让他们帮你求求情呀。跟普通员工关系再好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平时办事的时候方便一些，真要到紧要关头，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安迪他让我参考什么呢？参考我明白这个白渣男为什么一再扔你的报销单了。明白这个白渣男为什么一再扔你的报销单了。因为他知道你跟你上司的关系一般，对不对啊？他正好借你经理的力量来打压你，打压到你急躁为止。这样你会怎么办呀？你会把他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跟他当面谈判。只要你去了，你就占了下风。你为了完成上司的工作，你必然会答应他些什么？他正好拿这个来要挟你，笨蛋！这猥琐男他真不要脸，莹莹，你千万不能理他。我理他了，但是我没办法呀，那我得去找他报销啊。他当着我一个人的面前，他说了好多下流话，我当时我一气之下我就冲出去了。我当着全公司人的面，我把他一锅端了。什么他砸电脑，还有他自己吃饭报销单跟工厂的报销单混在一起报，我全给他说出去了。当时那个财务部的那些人全都乱了，我估计现在他们还挑莹莹，
你是不是笨呢？啊？哎呦，这个砸电脑的事儿就算了，贪污这么好的一个把柄，你怎么就抓不住呢？他第一次把你扔回来的时候，你就告他拿贪污这事儿来威胁他，你信不信？他立马投降。哎，你这是干什么使的啊？这里面装的什么呀？你怎么就不用计策呢？我现在回味出来了，可是我现在回味出来，我也没办法了呀。我当时我问我们那个人事部经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他似乎给了我答案，但是似乎又没给我答案，我怎么办呀，樊姐？我帮不了你。小秋的事情都搞定了，正在解决呢，超乎想象。其实我想到了一些办法，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哎，你让他找我跟我说那些话，是因为你的想法跟我一致吗？叫上他们，到我这儿来吧。好啊。一般遇到这种事情，一定是2个人一起处理。但是你们公司最终的决定应该还是要看你的上司。可俨然你跟你的上司关系并不好，所以我想你的公司应该是会放弃你。可是我没做错什么呀。安迪，你这个背带真好看。你心真是够大的。啊，你怎么能什么都没做呢？你窝赃包庇啊！任何人都有理由相信，也许你跟这个白渣男如果不是闹翻的话，你会一直包庇下去。所以即使你有理由能够说服公司你并没有窝赃包庇，可是没有人会喜欢惹麻烦的人。你只要惹麻烦了，一定会放弃你。换作是我也是一样的考虑。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小秋上司的想法。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把柄，没人纯洁。所以江湖人最讨厌的就是不懂规矩的人。小秋，你就是那个不懂规矩的人。我怀疑这个白渣男啊，最初只是想把你约出去，让你私下跟他保证你可以守口如瓶，顺便是不是可以占点小便宜什么的。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你这么不懂规矩，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也是你经理最不乐意看到的。江湖规矩第2条，屁股不干净的人呢，最讨厌身边的人嘴巴把不住门。你当着你经理的面接白渣男的短，你经理还敢用你吗？啊，他只要不想用你，那么你的暂停就会变成被辞退。理由很简单，就是安迪所说的窝藏包庇，到时候你连说理的地都找不到，说不定啊，他们还会起诉你。什么起诉我？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可是莹莹也是被白主管害的呀，你要不要去跟人事说清楚？可是小秋并不是骨干啊，可有可无啊。可是莹莹跟他们公司同事的关系都非常的好，如果他们集体挽留，也没用，都是一些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太悲哀了。没关系。安迪和樊胜美2人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职场新人邱莹莹所犯的忌讳。职场如同江湖，江湖有江湖的规矩，不懂规矩的人已无法在江湖立足。邱莹莹初涉江湖，不懂游戏规则，横冲直撞，当众揭短，人人自危，只能被 out 出局。有的时候，年轻并不是一种优势。早。早。还没睡醒啊？我都没睡几个小时。今天就要见客户了，英文单词背熟了没有？没，不过我有背英文的利器。哎，如果你需要人手，202的小秋刚失业，小关失业我还可以考虑，小秋真心不敢用。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是坏了我事儿怎么办呀？你公司家大业大，留个职位总是有的吧？我们那儿啊，我们那儿只需要2种女人，铁娘子或者绝色花瓶。那我呢？
花瓶怎么能跟狐狸精比啊？当然可以。你是花瓶加铁娘。我失恋，又失去工作，我失恋了，我工作也没了。樊姐，我同情你啊！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我睡不着，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之前就让小关警告过我的。前辈的血泪教训，你是应该听一听。你今天干什么呀？去不去找工作呀？我也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了。樊姐，我怎么办呀？我昨天不是跟你分析得很透彻了吗？啊，我说的句句实话，你得为今后在公司的处境考虑。你说你昨天那么大闹一场啊，这底子都被人给扒出来了，以后万一有什么意见不同的地方，他们就得拿这事儿出来呲儿，你知道吗，孩子？我当初为了找这份工作，我撞了好多墙才找到的。如果这份工作我没有了，那我得重新去找工作，那实在太难了。有什么难的呀？啊，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想想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放心，姐在呢啊，姐回来跟你一块儿参谋参谋。乖。李秘书，哎，你快去把那礼物准备好。好。曲总。爸，你怎么来了呀？这是我的公司，怎么连会议室也不让来了？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说好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的啊，我都拼死拼活好几个星期了。你要是这时候插手的话，我真不理你哦。好，爸爸不插嘴。你们开会的时候啊，我坐在旁边看着，以示重视，这总可以了吧？啊，好。爸爸保证不说话，一切全靠自己反应。真的？爸爸向你保证。那也看。樊姐，樊姐，樊姐，快烦死你姐了。不是樊姐，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啊，乖。关关，关关，我失恋，我又失去了工作。我知道，你跟我说过了，宝贝。然后就开始漫长的找工作，我没有钱，就得向爸妈伸手，他们又得埋怨我。我这季度的物业费都没交呢，我怎么办呀？我干脆跳楼算了。秋英，你可千万不能跳楼啊！我跟你说，你能找到工作的。你现在跟毕业的时候不一样了，你有工作经验了。对啊对啊，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刚来几个大学生来面试，穿得跟 cosplay 似的。我们同事偷偷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围观，我总比他们强是吧？是呀，这说不定你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因祸得福呢。可是我眼前怎么办呀？我现在没有钱交物业费，也没有钱吃饭。小关，哎，来了来了。莹莹，我这先走了，你也别多想，这你吃饭的钱呢，就包在我身上。你想吃什么告诉我，到时候我给你带。关关，关关，关关也不理我了。我失恋，我又失业。今天你怎么没下来跑步啊？我昨天看莹莹不太高兴，我就没敢说。我们高中这周5要组织一个同学聚会，说只要是在上海工作的毕业生都会参加。然后他们就把我拉到了一个同学会的群里面，里面有特别多的人。然后我就想看看大家都聊什么呢，聊得那么高兴。然后我就翻那个聊天记录，我翻着翻着我就睡吧。哎，樊小妹之前教过我一个俚语，没事开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是这样吗？那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没有啊。我妈说了，这大学毕业之前都不让我谈恋爱。安迪姐，你参加过同学会吗？没有啊，因为我读书的时候跳了几级，所有班上的同学都比我年纪大，他们不爱跟我玩，
跳级，安妮姐，你跳过级啊？我们高中有一个林师兄，他小学的时候也跳过一级，我从小看他就跟看神人一样。安妮姐，你都跳过几级啊？我 Year 3、Year 5，还有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都有跳过。不行，安妮姐，我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偶像，真的，什么林师兄跟你一比都不算什么，你才是超级无敌学霸。徐总，嘿，这怎么好意思？还亲自来？哎呦，我今天可是来当人员啊，有什么事儿你该找小徐。哇，这是你女儿啊！哇，让服务全你。她刚刚回国也是第一次上任，希望你多多照顾啊。好的，没问题。 Although we lack experience, but the company's existing sales channels have quite a reputation in major cities. This year, the company is undertaking a large number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projects, which show our diversity and the complex nature in this market. This group will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GI brand. Okay, Chu Zong. Actually, we know all that and we have seen it in the plan you gave us before. But before introducing your Yao Hong company, I would love to ask you one question. Is that okay? Of course. Okay. We would love to know how much you know about our brand, GI brand. Before we had the brand representative who's called Chu Lianjie, Mr. Chu Lianjie. Yeah. And he's a very experienced guy. But now we want you to take care of the business. So except being Mr. Xu Zong's daughter, then is there any other reason? GI is a Germany's leading air conditioner brand with a low repair rate and energy efficient features. Currently, the Chinese public is not familiar with the GI brand. 关大宇负责的家电业务，现在可以说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业务。但是问题是，市场估计太乐观，产品策略太保守。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阶段，甚至不同地区的地方经济政策进行细化？现在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刘思明负责的这个 PC 端，产品同质化太严重了，缺乏创新意识，而且好几个关键数据都不坚挺，这在市场上是毫无竞争力的。我们之前也说过 ，Sorry。Hello，Andy， 你跟我说，我为什么要代理 GI 品牌？你为什么要做 GI 品牌？这我怎么知道？哎呀，不是，是外方代表问我的这个问题。他问我，你们先讨论一下。他问我是我爸的女儿以外，我有什么资格来代理这个品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好接着上厕所的理由出来向你求救了。那你当时为什么要代理 GI 品牌？为了跟我哥变苗头呀，让他心里不好受呀。他们这么问你呢，是在质疑你的个人能力和经验。没有经验不代表个人能力弱，你不是很会忽悠吗？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着手，跟他们好好说明一下，为什么你是代理 GI 品牌的最佳人选？我现在在开会，一会儿我戴上蓝牙耳机，我们保持电话畅通，有什么问题你随时问我。那你这样不是随时能听到我说话了吗？不影响你工作啊？大小姐，你不是生死攸关、万分紧急吗？那我只能一只耳朵开会，一只耳朵听你说话了。一心两用总比你的追魂夺命扣要强。哇塞，你还有这本事呢？我早说。Please allow me to continue. Mr. Smith, I know you are worried of my lack of experience. We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problem. If we are given the chance to prove ourselves, we can use our company's advantage.
喂，李子。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啊，除了白主管今天没来上班，其他跟平常一样。哦，那个经理有没有提到我呀？没有啊。哎，不是，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没什么，公司说，要调查白主管，所以就先让我回来休息几天了。没事，你就好好玩吧。我估计着啊，是公司看你检举有功，特意让你休息2天。再说了，贪污的是白主管，跟你又没有关系，是吧？你也是这么想的，是吧？那可不，要不然还能怎么样？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李子啊。这样，等我回公司，我请你吃好吃的。好嘞，行，我先忙了啊。行，挂了啊。